胡会长，眼下您打算如何？又能如何呀？先召集莫野众人为潘家筹些银两，把后事办了。咱不能让潘家的妻儿生计没着落，这剩下的事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胡会长、三爷爷，我们退一步，田家便会欺我们2步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到最后我们只会坐以待毙。如今，我们不能再让田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。可是真娘，田家现在是顺风顺水，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。你说我们能如何呢？如今崩乱未歇，唯有出城，请于将军出面，为我们徽州的商户开商路护航，方有回转的机会。曾长是，你是女子，可能有所不知，这士农工商商人历来排在4民之末，我等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怎敢请官兵替我等效力啊？黄掌柜，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，我们给朝廷交赋税，为军队供军饷，连祁东家都在我们此处筹办军资，谁又敢说我们商人会低人一等？可自古以来，哪有商人敢跟官兵谈条件的？又哪有官兵为商人的商路护航之事？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。这正是，不是我说丧气话，就算你有这个心思，恐怕也是连军营的门都进不去，更别说亲见于将军替徽州的商户说话了。可若是我们不去议事，又怎知结果会如何？如今潘掌柜尸骨未寒，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悲剧都不能再次发生。各位叔伯们，这人人都说，七帅麾下的将士们，个个为百姓着想，又怎会因为我们商户是4民之末，就对我们弃之不理？这凡事都讲不过一个理字。况且真娘相信，于将军也是通晓大义之人，真娘愿意一赌，替全徽州的商户向于将军请命。七九，你这是要做甚？于将军容禀，七九自知私带外人入营，违反了军纪，甘领责罚。但此事非同一般，还请于将军听真长师一言。于将军，来人，将七九拿下，把这女人轰走。将军，此事跟祁东家无关。民女今日之举确实多有冒犯，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还请您看看此物，这是徽州明末潘家磨坊的牌匾。如今商路堵塞，田家身为供墨之家，趁此危机无理降价，兼并小磨坊，致使潘家掌柜不堪负债，投了西安江自尽。你想说什么？请将军开恩，为徽州商户开一条救命的商道。非本将军不愿，如今东南有倭寇，北方也不太平，各地暴乱，匪患不断，将士们平乱已经耗尽了力气，再也分不出兵力了。民女知道将军的难处，可百姓都言您人廉好施，一心为民。我想将军也是不愿意看到徽州城中的百姓为了活命，一个个都变成作乱之人吧？此话怎讲？民女听闻，此次暴乱的起因是原本安分守己的矿工，因不堪地方官府苛捐杂役、压榨盘剥，为了活命，不得已才作乱。当然，这其中自然也有刻意煽动、故意与朝廷作对者，而大部分的人不过是为了讨一口吃食，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营生，
一个可以安居、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。将军，民心不稳，乱是永远平不完的。商路一通，城中的商业便可以正常运转起来，而商铺自然可以容纳城外的人们来做工，给他们银子、钱粮。他们有了容身之处，谁还会拼命与朝廷作对呢？其中利害关系，还望将军三思。于将军，此举可以避免战争厮杀，不费刀枪不见血，便可获得千万的民心。还请于将军三思。说了这般多，你可有法子呀？我倒是与阿姐细细的聊过，这被堵的商路只在徽州南端的一节而已，这兵力嘛，倒是不用动用的太多。七九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敢早早的谋算本将军！不敢。不过，戚家军剿倭寇、平暴乱，为的也是民呀。镇长时，于某一心平乱，只知兵略，对徽州的民生远不如你了解的多。这样，你跟戚九先回去，此事我自会与戚帅商议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回吧。哥，张衙役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，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骆文谦的海捕文书了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。今儿一早，南京回信了，不止徽州的海捕文书没了，就连刑部也被人动了手脚。吴守备的人翻遍了整个档案库，也找不到一张骆文谦的画像。那岂不是无处可查了？查不到，便说明确有问题。哥的意思是，若我猜的不错，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，先将那七九拿下，再向吴守备递上一封他等了许久的投名状。廖大哥，货物都已经清点好了，这2辆车一共是15箱，加上之前已经交接的，一共是20辆车。后面的商路就辛苦您了。姑娘放心，各位掌柜掌事放心，于将军已经下了军令，这批货物包在我们身上。有劳了。告辞。有劳将军，有劳。出发。我就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阿姐，查了半个月，终于有消息了。3个可疑的磨坊，我已经布置人盯着了。只要他田家的人一出现在那儿，我便可以抓到他通番的证据。阿弟，你不能再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来看看，这是刑部咱们的人送来的，这是兵部的，还有这些是北地辽东都司送来的消息，他们都在查你的身份。田本昌何时这般手眼通天？查你们的人不是他，是他背后的靠山。南京守备，侮辱。田本昌把对你身份的怀疑，变成了一封投名状，送给了吴汝。你也知道，吴汝和戚帅在朝中不睦，有了这个可乘之机，他们就是掘地3尺，也要挖出你的身份。
借此事好告七帅包庇侵犯的大罪。可是刑部对我的海捕文书一张都没有了，整个徽州府我们都找过了，一张都没有，他还能找到什么证据？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侮辱所能调动的力量，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他不亚于七帅。好，我们退一万步说，即便找不到海捕文书，那你初到北地时见过你的那些人，还有你在京城读书的那些同窗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人证。这要是1、2个人，我们可以应付得来；要是把他们都聚到了一起，你有几张嘴可以争辩？此事我跟于将军已经商议过了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你马上走，去安南，或者是去暹罗，总之不能留在徽州，快走！阿姐，事到如今，我就更不能走了。你不早等着他们来抓你吗？你不要忘了，起初你投靠于将军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今日的预案。你走之后，于将军将会去府衙控告你欺瞒身份，哄骗七帅的罪行。唯有如此，你才能活命。此事对七帅的伤害才能降到最低。阿姐，今时不同往日。他们田家背后有慕容备，就算我离开了，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不会的，他巴不得能够查出什么把柄。到那个时候，七帅、于将军还有阿姐你，都会受到牵连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他田本昌通番的证据，才能够挽救这一切。阿姐，你想想看，通番需要打通诸多的关节。那么说明什么？说明田本昌背后的大叔就是他吴家。他现在可以调查我的身份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反其道而行，在他知道我们的计划之前，我找到他通番的证据呢？只有找到通番的证据，七帅在御前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可是，一旦再查下去，你就再也没有走的机会了。阿姐，于将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，这些年一直是阿姐你在照顾我们。七帅虽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但是对我恩重如山。我是可以离开，我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是我把最严重的问题抛给了你们，这样不忠不义的事情，我祈求做不到。那真娘呢？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你为真娘想。你若下狱，必是杀头的死罪。你忍心见他替你难过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段时日我与李家还有李真牵扯得太深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可以一走了之的，他们呢？田本昌会放得过他们吗？只有我找到田本昌通犯的证据，才能保住李家，也才会不辜负李真。但是在我行动之前，我要彻底的和李家、李真做切割。我得一口咬死他们是被我利用的棋子，这样才能把他们一家人摘得干干净净。请阿姐成全，妾就愿意殊死一搏。这绷了半个多月，总算能闲下来了，有机会看看我们这片松林了。若是这片松林可以熬过这第一个冬天，来年春天种一些新的树苗，2、3年后便是另外一番景象。看，我们俩选的那2棵小松树真可爱。
我都能想到，等有一天我们满头白发的时候，他们应当也得有20-30尺高了吧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今天这么心不在焉的？没有，你累了？见到你怎么会累呢？就是前阵子出城，看到恶殍遍野，心里有些难受。以前我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死亡，也没有惧怕过死亡，因为大约不会有什么人替我收尸吧，所以想着哪儿倒下了，就地埋了就行。但是现在，自从我到了徽州，遇见了你，哪儿那么容易死？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？别老说这种丧气的话。我们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这一辈子还这么长呢，我们得珍惜眼下的日子。在这之前，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。你看，这李默每年都要在新的地方开一家墨轩吧，你得跟我一起吧。4年后的公墨竞选，我们得一起参加。就在眼前的，待到明年磨坊休息的时候，我想去看看大海。那个时候，你肯定要陪我一起去的。你干嘛老这么看着我呀？好看，想多看看。又没正形。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啊，如果真有一天我出了意外，你记得一定要把我埋在我们两个共同住的松树下面。这又开始了，又说这些丧气的话。我不喜欢你开的这些玩笑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我们这一辈子呀，还长得很呢，这日子得慢慢的过。嗯。任大师，我回来了。这怎么又拿回来了？别提了，今日一后生突然关了张，害我白跑一趟。关张了。每个月的这个时候，都会去给他送分红，他也是知道的，怎么会突然关张了呢？我也纳闷呀，可问遍了左邻右舍，都说不知道缘由，也寻不着其东西。哎，伯伯，狗儿，今日怎么回来的晚了些？这饭我都热了几遍了。哎呀，是我找人去了，就是您见过那个七东家，他突然就不见人影了。镇长就喊我去到处打听打听，这城里城外跑了一大圈，啥消息也没有。哎。